楚家今日抛绣球招亲，全城的青年才俊都来了。台上那位就是楚家大小姐楚然。听说她等了镇北侯世子3年了。谢郎，楚家大小姐的绣球竟被一掌打飞了。楚然，素娘心怀天地，即将周游列国，这护花使者我当定了，你莫要再死缠烂打。谢勋，你今日若走，我们便再无可能。随你，哪怕你今日随便抓个讨饭的叫花子进门，我也绝不回头。小女楚然，今日愿与公子结为百年之好。谢勋，这可是你让我嫁给叫花子的，日后见了我，你可千万别忘记磕头跪拜。原来又是楚姑娘，3年前那个抛绣球的可怜姑娘。她还是一个人。那不是楚家小姐吗？楚然，谢世子，3年不见，你与我装什么身份？3年了，你倒还算安分。谢世子慎言。楚姑娘，勋哥哥心直口快，他没有恶意。若你还放不下，勋哥哥也并非不能给你一个安身之处。正妻之位你别想了，素娘随我3年，已经许了一生一世的诺言，我会娶她为妻。但看在楚谢2家交情上，我可纳你为贵妾。你笑什么？谢勋，你3年前弃我时说，哪怕我嫁乞丐，你也绝不回头。气话而已，你还当真？我当真了。你若真嫁了，今日还能一个人站在这儿？楚姑娘，女子终身大事不是赌气。你等了勋哥哥3年，如今能有个名分，也算圆满。夺人承诺者，也配谈圆满。楚然，你说话还是这样刻薄。去楚府查，我要知道这3年他究竟在跟谁置气。是。郎君，若她真嫁了呢？谁不知道他喜欢了我这么多年？满京城还有谁敢娶她这样不检点的女人？长街之上，谢世子自重。你若真能自重，3年前就不会想着拿嫁乞丐威胁我。我从未威胁你。那你当年转头嫁人，是做给谁看？你心里那点心思，我比谁都清楚。你凭什么觉得我的婚嫁是为了你？勋哥哥，别在街上同他争。楚姑娘性子烈，许是这些年过得不好，才故意说重话。我过得好不好，与你无关。我只是心疼你。你若真心疼我，3年前就该松开他的手。楚然，素娘处处为你着想，你别不识好歹。说，世子，楚姑娘确已嫁人。嫁人了？3年前？你骗我！婚册在你手里。你为了气我，竟真敢把自己嫁出去！我嫁人是我自己的事。那男人是谁？哪家子弟配得上你楚家门楣？他再落魄，也是我明媒正娶的夫君。夫君？世子，是3年前台下那个捡绣球的哑巴乞丐。如此。楚然，你果然还是在跟我赌气。谢勋，我说过，我与你3年前便无瓜葛。从你答应我抢绣球，
却未践行诺言之后，我们便再无一丝情谊。你放开！既然只是个乞丐，那这门婚事便不算数。我以为人妻谢世子当街拉扯有夫之妇，就不怕御史参你一本。御史不过就是一个乞丐，也配让我避嫌？诸位可听见了？镇北侯世子今日要抢有夫之妇！谁敢多嘴？楚姑娘，训哥哥也是为你好，你跟着乞丐只会被人笑话。我嫁谁都比做妾干净。够了！楚姑娘，你有孕了！你怀了那个乞丐的孩子，你宁愿给乞丐生孩子，也不肯等我。我为何要等一个弃我辱我的人？楚然，你真是疯了！把他带走！谢玄，你敢！这孩子不能留，你干净，我便还肯要。把他押上车。谢玄，你敢动我的孩子，我便让你用整个侯府来赔。乞丐的主也配让侯府来赔？楚姑娘，别再犟了，孩子没了，你还可以重新开始。放开我！放开我！去城西别院，请最稳妥的大夫。今日这孽种必须处理干净。早这样听话，何必受罪？关门！今日院中之事，谁敢传出去，拔了舌头！世子，街上看热闹的都赶散了。药铺掌柜也警告过，他不敢承认那是安胎药。楚姑娘，女子总要为名声考虑。抢有夫之妇的人不怕名声，我为何要怕？我只是心疼你。楚然，素娘处处替你着想，你还如此刻薄。你手里攥着什么？你那乞丐夫君给你的破烂。从长街到东宫，从玉佩到禁军，萧劲会来，一定会来。按住他，跪下去！孩子没了，他自然会清醒。楚姑娘，孩子没了，你还能重新开始。训哥哥已经很宽容了。宽容？谢玄，你最好记住今日说过的每一句话。孤倒要看看，谁敢动孤的妻与子。禁军奉命拿人，统统放下兵器。
殿下，您怎么会在这儿？殿下，冉冉，我来迟了。不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谢寻，你怎么敢？真是好大的胆子！龙凤玉蝶，这怎么可能？那个乞丐……谢世子，姑倒要听听，你要怎么处理姑的妻子，怎么弄死姑的孩子。3年前那个哑巴乞丐，竟然是失踪复位的太子，这不可能啊！谋害皇嗣是诛九族的死罪，完了！殿下明鉴，臣冤枉，臣有天大的胆子，也绝不敢冒犯太子妃娘娘和皇嗣啊！你当街拦马，强掳姑的妻子入这私宅，地上这碗落胎药上冒着热气，你喊冤？殿下，此事全因全因太子妃娘娘刻意隐瞒而起。臣确确实实不知那位竟是殿下您啊！3年前在绣球台上，臣不过是出言劝解了他几句，谁知处事性情刚烈狭隘，竟为了同臣赌气，当街自降身份，嫁给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市井雅子，简直是强词夺理！殿下，楚谢两家乃是世交，是有着100年清誉的勋贵门第。臣身为世交兄长，来每每念及楚家门庭被辱，实在夜不能寐。今日臣在长街偶遇楚人，见他竟已有孕，臣以为他腹中所怀是那市井烈汉的卑贱骨肉。臣岂能忍看楚伯父的清名因一介野种毁于一旦？臣今日所为，绝非为了私怨，实属痛下定决心，宁愿做这个恶人，也要替楚家清理门户，洗刷这100年耻辱。太子殿下，世子句句属实啊！世子他一片苦心，全是为了楚家的名声着想啊！楚姑娘，你若早早表明太子的身份，世子莫做出这等大不敬的事。是楚姑娘心思歹毒，宁愿拼着胎气受损，也要刻意隐瞒夫君身份。她这是处心积虑设下圈套，想害死世子啊！求殿下明察秋毫。好一个为了楚家清誉，好一个迫不得已。谢世子不妨回答我，我这3年明媒正娶，夫君在楚氏宗祠入了籍，我楚然未曾踏足你谢家半步，你有什么资格越俎代庖来清理我楚氏的门户？你我自有相识，曾有婚约，我岂能眼睁睁看着你堕落？那婚约早被你一掌连着绣球打飞了。今日你长街纵马，强抢有夫之妇，甚至不顾大夫劝阻，要强灌落胎药。你的深明大义就是靠草菅人命来维护的。楚家的门楣，何时轮到你一个外人来用这种安扎手段保全？什么人？殿下，臣确实行事鲁莽，但臣的初衷绝无谋逆之意，纯粹是儿女家的冲动误会。还请殿下念在镇北侯府世代忠良的份上，宽臣这不知之罪。不知者不罪，好一个不知者不罪！既然镇北侯世子将国家发规说得如此大义凛然，那这种案子，姑便不能用东宫的规矩来断。殿下说的对，既然谢世子口口声声诬后此事为误会，是楚家清理门户，那我们就不能用东宫的规矩。那我们就按大离律来好好算算，谢世子今日到底犯了哪几条误会？楚然，你不要得理不饶人！我说了不知者不罪，你一开始若说明太子的身份，怎会有这场风波？你不就是想借太子的事来报复我当年的拒婚吗？报复你？谢许，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我不说明身份，而是为了防你这等癫狂之徒伤及无辜。你抬起头来回话，你刚才碗里端的是什么药？太子妃娘娘饶命，小人只是受侯府指使，那碗里是极重的红花玉3两，是足月都能打下来的虎狼之药。听见了吗，谢寻？那又如何？我以为你怀的是野种，我……闭嘴！那我们就按大离律，良民女子非自愿强行灌服堕胎之药者，重则流放。谢世子口口声声说不知我是太子妃，难道你也不知我是良家女子？不知强掳民妇是重罪，就算我今日嫁的真是个乞丐，腹中怀的真是普通百姓的孩子，你当街抢人强行落胎，这罪名便能一笔勾销了。楚姑娘，不，太子妃娘娘，世子这是一片痴心用错了地方了。他只是不忍心看你坠入泥潭，这心是好的，只是手段激烈了些。大家本是同气连枝的世交，何必非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呢？您如今高高在上，难道要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对世交兄长赶尽杀绝的毒妇恶名吗？同气连枝，好一个同气连枝！3年前我在高台抛绣球，谢寻当众将绣球打飞，带着你扬长而去时，可曾想过两家的同气连枝？今日在长街之上，我亲口告知谢寻我有夫有子，他又是怎么回答的？
长街角那药铺的掌柜可以作证，谢世子亲口说，不过是个乞丐的种，处理干净便还肯要我。这种把伦常如无物，把人命当草芥的傲慢作态，在你们嘴里就成了手段激烈了些而已。殿下，楚然咄咄逼人，分明是公报私仇，臣绝无谋害皇嗣之心。大理立国以来，从无不知者定死罪的先例。臣父亲镇北侯手握北境重兵，臣姑母是宫中太妃。殿下您若仅仅因为楚然的私怨和臣的一时糊涂，就动用皇权私刑处置臣，恐会寒了天下功臣的心啊！拿北境的兵权压过谢巡，你未免太高估你们谢家，也偏低估大黎的国法了。不用东宫的规矩，更不用私刑，免得谢世子到了九泉之下，还要觉得是孤在这别院里徇私枉法，构陷了他。楚然3年前与孤在京兆府过过明路，孤回朝之日，便以请旨将他的名字登上了宗人府的皇室玉牒。他腹中所怀，乃是父皇期盼已久的嫡长孙。谢巡不顾太子妃亮明身份，强行绑架，指使庸医灌服虎狼之药，人证物证俱在，此乃蓄意谋害皇嗣与储君正妻，大逆不道。禁军听令，在！将大富婆子连同地上的药渣全部扣下封存，作为罪证。将谢巡剥夺世子衣冠，连同罪女素娘，直接押送大理寺天牢，交由大理寺卿亲自审理。通知宗人府与刑部三司会诊，没有孤的东宫守御，任何人、任何品级，敢去大理探视或求情者，以同谋论处。殿下，不可啊！臣错了，臣真的知道错了，皇嗣无恙啊！求殿下开恩，不要见官，交由臣父亲处置臣便可。楚然，然，你听我说句话啊，我们是发小啊！谢世子不是怕殿下动用私刑吗？即交大理三司会诊，每一条罪状都会在大堂上过堂画押，这是在给你展示大黎的程序正义，是对你最后的一点宽容。带走。我看谁敢动我的薰儿！母亲，救我！殿下要杀我！他们为了楚家那个女人要下毒手啊！楚然，你真是好狠的心毒！你想当太子妃想疯了是不是？竟拿自己的清白与孩子做诱饵，这般狠毒的算计我们谢家！侯夫人这话说得倒新鲜，是我在谢家的别院里摆了抓人的阵仗，还是我往那汤药里下了红花三角，求着令公子灌进我嘴里的？你那是勾引！你明明跟太子成亲了，为什么今日在长街上要对寻儿隐瞒身份？你若敢以大理储君正妻的名义自居，寻儿再糊涂，敢动你一根指头吗？你分明就是怀了私愤，下假饵，故意诱他犯错，这种手段简直都不知廉耻！侯夫人的意思是，孤的妻子在街上被你儿子调戏强掳，还得自己先自证清白，否则被灌落胎药，那就是他不知廉耻。殿下，臣妇并非藐视皇威，只是楚然自幼在谢家长大，我是看着他长大的，这两家的关系说句通家之好也不为过。今日纵有错，幸儿也只是初心不良，想帮楚家维护几分颜面，这本是发小恩怨，何苦拉到这等公堂上来，让看世交的笑话？要是侯爷在北境听见了……侯夫人，你不用频频跟我提楚谢两家的情分，你每提一次，我就觉得反胃。在街上谢勋以妾室之位羞辱我的时候，你怎么不用太后赐的告明礼仪，教他什么是人伦？那不过是孩子话，他如何真会动粗？真会动粗？你儿子不仅敢当街抢我，还让那太医院被开除的庸医开了足额打胎的猛药。不，这是严刑拷打，那是他的亲手供词，长街上药铺掌柜的证词，还有沿街8名普通摊贩看到的指认。侯夫人，这里是大理寺，不是你谢家的后院，
你可以靠撒泼打滚就说是私怨。母亲，别听他的，那不是他，他是骗人的。你还在说是假的？看见了吗？你说我算计谢逊，那你不如问问你那个好儿子，他是想把流落民间的皇储千刀万剐，还是狂妄到以为整个大黎没了他谢家的兵，连律法都能凭他一个人欢喜改了？殿下，轩儿不知大义，是臣妇教子无方，但求殿下念在臣妇的丈夫在北境苦守数载，为国抗敌的血汗公君上，给谢家留一线香火，把此桩事情按普通民乱结案啊！殿下。北境的功勋，谢夫人的意思是大理养了镇北侯，所以他的儿子就能任意侮辱皇室父诏。如果律法要动谢逊，侯爷这大军就要向京城不平了，是吗？臣妇不敢，臣妇万万没有此意啊！不敢最好。你既说不看私情看国法，那姑就满足你。主审听旨，不必管什么通家之后，也没什么权益纠纷。今日结案，直接用大黎律第10条，强抢宗祠妻室，意图残害楚军敌意，定为大不敬及谋逆未遂。谋逆未遂？我没有谋逆，母亲救我！宋大人，求您救救世子，救救镇北侯府吧！大胆罪女！大理寺3司会审，谢逊大逆不道之罪已板上钉钉。你不好好待在侯府等候发落，竟敢一夜潜逃到老夫府上！大人，那都是屈打成招啊！这是世子在天牢中咬破手指写下的血书，求大人过目。这是你伪造的。谢逊身陷大理寺死牢，这东西怎么传得出来？是世子买通了御夫，拼死送出来的。宋大人，世子的字迹您最清楚，您看看那起笔的习惯，难道会有假吗？大人，楚然3年前抛绣球被拒，一直怀恨在心。他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乞丐是太子，他不过是运气好，瞎猫碰上死耗子。他如今一朝得势，便利用太子的权势来疯狂报复世子。世子确实去了别院，但他是去送安胎药，希望能化解2家恩怨的。大理寺过堂时的大夫怎么说？那大夫是楚然提前花重金收买的死士，他为了扳倒镇北侯府，连自己肚子里的骨肉都能当作筹码，他这就是阴毒生恨、祸国殃民的妖妃手段啊！太子难道就看不出来？太子殿下流落民间3年，深得楚家恩惠，早已被楚然的美色与迷汤灌得晕头转向了。大人，谢家镇守北境，劳苦功高，若由着这样一个毒妇再在太子耳边挑拨是非，大黎的忠臣良将岂不是要寒了心？将来的江山还能有清正之气吗？荒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考！堂堂大理储君，怎能被一个心胸狭隘的毒妇玩弄于骨帽之间？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把火终于烧起来了。太子殿下，老臣斗胆死谏，请殿下远离毒妇，重审谢逊之案，莫让镇北侯北境将士流血又流泪啊！诛毒妇，清君侧，求殿下重审谢案。去掉金一卫，把宋元和这群聚众闹事的书生给姑全部下狱。殿下，拔刀不可。殿下，那些太学生不过是被蒙蔽了双眼的笔杆子，这时候调金一卫，只会坐实你偏宠毒妇、残害忠良的罪名。那你就任由他们在这大门口一口一个毒妇的骂你。骂2句我又不会掉块肉，他们这是狗急跳墙，想用道德和大义来绑架大理寺的判决呢。冉冉，你有主意了？
文臣有文臣的清高，但也得讲真凭实据。去叫人传话给宋元的夫人，还有外面带头跪着的几位清流大人的家眷。你要在东宫开品茶会，还是在这个时候？对啊，不仅要开，还得大张旗鼓的开。侯夫人和素娘不是觉得楚家只会依靠皇权欺负人吗？那我就让这位最刚正不阿的宋御史亲手把谢家送上断头台。太子妃娘娘有懿旨，昨日宫中新进了南藩的云雾贡茶，特请诸位夫人入东宫一叙。夫君正在东宫门外死谏，这太子妃却反手请我进去喝茶，这是挑衅，还是鸿门宴？臣妇等给太子妃娘娘请安。诸位夫人快请起，赐座。娘娘赐茶，臣与不敢不来。只是外头我夫君还在为谢家之事奔波，臣与这杯茶实在是咽不下去。宋夫人是指宋大人为了那份血书正在死谏的事。哼，抬上来吧。这是，诸位夫人都是饱读诗书、管家理事的当家主母，想必对这账本上的门道都不陌生。我知道，现在全京城都在传我楚然是公报私仇，但我3年来与殿下流落民间，除了给殿下治嗓子，也没有闲着。这些东西是我楚家商行3年里从北境苦寒之地的暗线手里一笔一笔收来的。天统17年9月，镇北侯府管事谢福借军需采购之名，自云州调运私盐300引，出塞换取西域良马60匹，折银8万两，入侯府京中4海钱庄。妹妹，你也是这个？我这个是扣留朝廷发往访北京的精铁100斤，转卖关外异族，获利白银10万两，倒卖私盐，走私军用精铁给敌国异族。这已经不是贪墨，这是在挖大黎的根，是在通敌叛国。这不可能！谢家镇守北境，满门忠节，怎么可能干出这种卖军需补给异族的勾当？不可能！宋夫人如果不信，这箱子里有天统16年到目前为止镇北侯府名下所有钱庄与关外异族走私出入的实账，不仅有他们管家的私印，还有关外胡人商贾护士画押的契书底单。你们口口声声说谢家劳苦功高，保家卫国，你们可知北境前线的普通士兵腊月里连件御寒的冬衣都发不去，而侯夫人手底下的商铺却能用前线扣下的军饷精铁换来这京城里最顶级的沉水香和南海珠。这些证据我原本不打算在这个时候拿出来，我知道这种案子一旦牵扯出来，朝野必将大震。但既然宋大人和诸位清流非要觉得我是在为了3年前那点情爱私奔的小事给谢家定死罪，那好，现在请诸位夫人带几本回去给你们的夫君看看，看看他们披肝沥胆要拼死死揍护着的国之栋梁，那位冤枉的谢世子到底是个什么敲骨吸碎的烂货。东宫的茶冷了，诸位夫人拿上东西，请便吧。若宋大人看完后还要为镇北侯府喊冤，我东宫大门随时敞开，绝不动用1个金无畏。快，归家，立刻把这些送去老爷书房。臣讹镇北侯谢氏贪墨军需，走私盐铁，通敌资敌，其罪当诛9族。南无阿弥陀佛。夫人不好了！慌什么？没看到我正在为死牢里的雪儿祈福吗？祈不了福了，御史大夫宋大人倒戈了。他在朝堂上把咱们和北境关外暗中倒卖铁矿的烂账全都捅到皇上面前了。
你说什么？那些账本走的全是隐秘暗线，怎么可能会落在宋元那个老匹夫手里？去查，立刻给我查是谁泄的密！不用查了，全京城都传遍了，是东宫那位，是太子妃用楚家商行的线，整整埋伏了3年，把咱们在北地的暗桩全拔了。楚然，又是那个楚然！我自诩手段高明，竟看走了眼。3年来，他在我跟前演着死缠烂打的戏码，背地里却是在挖我们谢家的坟。夫人，咱们现在该怎么办？不能慌，谢家还没到绝路。楚然，你想把整个谢家连根拔起，也要看你的命够不够硬。边境将帅最忌账目不清，那几本残卷顶多查出贪腐，只要没有直接通敌的实证，凭老爷在北境的兵权，皇帝就不敢轻易定咱们通敌的损罪。必须马上填命京里的现银空洞，做出账目亏空的假象，用来安抚军费。老福，去把我陪嫁的那些田产，还有京城里4大街的黄金商铺，南市的绸缎，北市的四海钱庄米行，全部以低于市价2成的价格立刻盘出去。夫人，只要凑齐300万两白银交于国库，就说那是因为朝廷军饷不到位，老爷迫不得已的自筹军需，咱们就还有翻身的余地。可是夫人，现在这风口浪尖，谁敢接咱们那么大的盘子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降价3成，只要现银，立刻去办。禀报娘娘，谢家这是狗急跳墙了，那10几间仓铺可是聚宝盆呐，降价3成往外抛，很多没背景的散商都已经眼红的要下手了。眼红也得看吃不吃得下。传我的话下去，让各关联商号的人各自化零为整，谢家放出来的每一个铺子，每一分田地全部接下来。切记，一定要走最正规的红契，用外城不同身份的马甲去签。过户时要确保大理寺和户部挑不出一丝毛病，但凡他们想在交割现银的日子上做文章拖延，就压死价码。娘娘的意思是，咱们不仅要吃下银店，还要截断他们的现款。我要谢家在交出铺子器具后，却发现筹集来的白银全部变成了无法现兑得现的地方票号呆账。他们以为卖了家产就能填补国库，做梦！我会用正经的买卖手段，一点一点吸干侯府的最后一滴血，让大理寺清查谢家府库时，找不到哪怕1两能拿去给自己赎罪的白银。夫人，完了，全完了！怎么只有这些纸？我让你兑换的现银呢？上交户部的银子呢？整个京城的6大钱庄竟在同一天宣称账面陶件不足。他们说，外地版票想要兑换，最快也要等3个月后。假的，都是做局，是楚家在做局弄我们。楚然，他这是要让我们谢家背着国贼的名头，彻底死绝啊！开饭了。世子爷，慢点吃，外头刚送来的消息，够您咽好几天的。张上将，是你？父亲派你来救我了，对不对？外头情况怎么样了？那帮穷酸御史是不是被父亲吓住了？大理寺什么时候结案放我出去？
世子，侯爷派末将暗中潜回来，是来让您自救的。侯府外头天塌了，什么意思？镇北侯府所有的商铺地契，在3天前全被楚家商行吞了，拿到的还全是一时兑汇不了现银的外地飞票。夫人为了凑白银，连太后赏赐的夜明珠都拿去黑市当了，却被禁务卫在黑市当场查抄。什么？700万两的产业，短短3天，家那个小小的商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胃口？楚然根本做不到。是东宫，是太子在背后动用了所有的皇室暗线在配合他。现在大理寺已经坐实了侯府侵吞国用的大罪。宋元那个老匹夫在太和殿上连磕了3个响头，逼着皇上治谢家抄家灭族之罪。不可能，不可能的！我姑母呢？太妃娘娘呢？她难道眼睁睁看着谢家死吗？太妃娘娘连夜去乾清宫跪求，皇上以后宫不得干政为由，连面都没见，直接下旨褫夺了太妃的协理6宫之权。死定了，我们死定了！要杀我！他们要为了那个叫华子的主杀我！世子，还没到绝路。楚家和太子步步紧逼，就是算准了咱们在京城没有兵权，文的不行，咱们就来武的。侯爷在北京手里捏着10万大军，这就是谢家保命的最后底牌。侯爷交代了，皇上虽然震怒，但北境苦寒，除了谢家，无人能镇得住那群蛮子。只要边关乱起来，皇上就算有天大的怒火，为了大黎的江山社稷，他也必须咽回去，捏着鼻子重新启用侯爷。怎么乱？北京无诏无令，父亲若是无故起兵，那就是造反，是立刻诛9族的大罪。不是造反，是御敌。侯爷早有筹谋，我们和关外蛮族互市多年，早就养熟了那几个部落的首领。只要将这个信号送出去，不出半月，蛮族就会以大黎缩减碎边贸易为由，在大雪峰面前扣管挑衅，制造边境摩擦。大军一旦交火，战报飞马800里加急传进京。朝廷这帮只知道写文章骂人的酸儒御史，有一个敢去前线带兵打仗的吗？皇上无将可用，自然只能捏着鼻子放了你，甚至还要给谢家加官进爵来安抚军心。我没得选，如果不走这一步，待我的就是秋后问斩。好，既然楚然和东宫不给我活路，那就大家一起死。这信要怎么送出去？天牢里有我们最后买通的一个狱卒老孙，他是负责清理秽物的。明至子夜，您将这带有侯爷私意密信的蜡丸混在公桶里，老孙会把他带出去，交接给京城外的暗哨。那是一只训练有素的雪鸽，飞往北境最快只要3日。若是被人发现，这是用特殊的隐形药水写在羊皮纸上的，就算被截下，没有侯府独门配制的显纹水，在别人眼里也只是一片空白。世子，谢家100年的荣辱，侯府上百口人的命，就全系在您今晚的这一掷上了。活路是拼出来的。世子，我们的命都在您手上了。萧劲，你们以为靠几本破烂的走私账，靠一群酸如玉石的嘴皮子，就能扳倒我这100年文法？做梦！等北关的战报传到京城，等皇上不得不求着我父亲出马的时候，我定要亲眼看着你们这2个自以为高高在上的贱人，怎么跪在地上，把今日施加给我的耻辱1000倍100倍的偿回来！
殿下，太子妃娘娘，天牢那边的动静已在监控中。狱卒老孙以为自己做得很干净，他将装蜡丸的秽物桶交给了城外的接头人，属下的人一直等接头人放飞了这只雪鸽，才将其截下。谢家倒是谨慎，用这种无字的羊皮纸，即便中途被人截获，不知内情的人也只会当作是一张废纸。谢询的那些心腹既然敢用这个法子，定然是有特殊的显微手段。若是胡乱水浸火烤，恐怕这纸连带上面的字就一起毁了。芷兰，去把我装甲底层那个青瓷小瓶拿来。冉冉，你连谢家的咸饮水都破了？这3年里，殿下在暗中养伤筹谋，我也不能只顾着账本那一头。昔年镇北侯在京中招募过几位制药奇人，我顺藤摸瓜，花重金在江湖上探听了许久，才知道他们用的是北境一种名为蓝蛇草的枝叶书写，干厚无痕。唯以用中原的白矾水配合特殊比例的醋酸，才能让其显现。以蛮族寇官，以战逼朝廷，好一个拥兵自重，好一个狼子野心！国之重臣，为了一己私利，竟然要主动挑起战火，把边关10万将士和数十万无辜百姓当作他的筹码。真后悔在大理寺没有直接斩了这个乱臣贼子。云峰，立刻备马，孤要带这张羊皮纸连夜进宫面奏父皇，立刻下旨剥夺镇北侯兵权，将谢家满门抄斩。冉冉，不能去。现在拿着这封信去御前，打不死谢家，反而会打草惊蛇。证据确凿，如何打不死？殿下仔细想，这上面只有一行暗语，极容易被抵赖。纵然盖着侯府暗印，字迹像谢询，但这信是从大理寺送出来的，镇北侯大可以一口咬定是别有用心之人买通狱卒，模仿自己盗用印章来陷害世子，要逼死功臣。那我们便拿他没办法了。只要北境的大军此刻还没有真正动起来，这一切就成了查无对证的孤证。谢家甚至可以顺势说，因为此事北境军心动荡，反将陛下和殿下一军。楚然说的对，父皇向来权衡利弊，在没有造成实际兵乱之前，仅凭这一张还没送到的纸，他不会轻易去动一个手握10万重兵的藩镇侯。到最后，或许只会是在大理寺处死一个谢逊，而放过拥兵在外的镇北侯。殿下，打蛇不死，反受其害。杀一个谢询，就像拔掉老虎的一根胡须，只要在外手握兵权的老虎还在，谢家有朝一日就能翻身。我们要拔，就要连根拔起。你的意思是，重新封好蜡丸，放这只雪鸽飞去北境，不仅要放，殿下还要让沿途的暗卫为他保驾护航，绝不能让老鹰吃了它。我们必须确保这封密信原封不动地送到镇北侯的手上。太子妃娘娘，若是镇北侯真的收到信，联合蛮兵引爆战火，边关百姓岂不是死伤无数？怎么会真的让战火烧起来？凌风，除了东宫卫队，孤在凉州和幽州还有2支3年来亲手暗中培养的骑兵精锐，对吧？是，殿下，5万精锐整装待发。传国的绝密手令，命凉、幽2州骑兵暗中向镇北侯的辖区两侧搜索包夹。镇北侯要搞摩擦，必然会私下撤走边防营的2处暗哨，来放蛮兵小股部队进来做戏。只要边防一空，殿下就可以直接下令我们的兵马越界补位，瓮中捉鳖。我们将计就计，不仅能将越界的蛮兵一口吃掉，更能直接将镇北侯擅自调兵、空虚国门的罪证死死按在案板上。楚然啊，楚然，谢家真是有眼无珠。若是他们知道，当年那个让他们忌惮的天命凤娇，手段竟是这般果决，恐怕镇北侯连夜进京请罪，也不敢和你作对。我不算计天下，我只是绝不会给那些想除掉我的人留活路。
北京的局不好了，不过谢家这对母子可不是把赌注全放在鸡蛋一个篮子里的人。京城这边，侯夫人怕是不会闲着。殿下猜得不错。就在刚才，留在侯府外的暗哨传信，侯夫人这几日虽然对外称病，闭门不出，但私下里却将自己最后几件御赐的首饰通过暗渠道卖了，换成了大笔现银。而这些现银都被秘密送到了京郊的清风观。那是皇家道馆，距离过几日父皇定下的秋猎围场不过3里。那里住着一个刚进京不久的西域幻师，这算是图穷匕见了。文臣弹劾不成，经济命脉被断，谢家在京中只剩下一张底牌，那就是用当年我楚家的奉命之说做文章。他们要用天降祥瑞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去赌大理寺的律法，去逼陛下相信谢巡是不能死的天命之子。祥瑞，孤代要看看他们能在父皇的眼皮子底下折腾出什么祥瑞。既然侯夫人花重金搭了台子，我们怎么好扫了她的兴致呢？芷兰传信给护国寺的了缘大师，就说本宫有孕在身，想在秋猎之日请他在猎场为大离国寺和将士设坛祈福。是。到那一日，我们就在围场上好生看这一出他们谢家自导自演的大戏，看看到底是谁把谁请入这死局之瓮。他怎么会在这里？殿下，太妃昨夜与太走了一宿一丝相逼，说自己占先帝警示，谢家侯夫人今日来猎场，说是若有冤情，可在御前陈情最后一次。好一张狗皮膏药，绝境逢生，看来他定要把这最后一张牌打得轰轰烈烈。别担心，了缘大师已经在后帐候着了，只要他们敢耍花招，姑便让他们有来无回。吉时已到，大典起！陛下，臣妇有冤，上谏有冤要诉啊！大典已成，岂容你随意惊扰？左右，给姑拖下去！慢着，妾是太妃命为你作保，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说的上天有冤是个什么冤？陛下，大理寺三司要将我儿徐儿屈打成命，这被侯府瞒忠烈，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今日我特请昆仑山得道高人在此，老天爷必有暗示。究竟谁才是假借奉命，祸乱大理的灾星？百鸟朝凤，这是百鸟朝凤的奇景啊！陛下明鉴，天生异象，奉命所归，百鸟朝拜者，乃是谢家那块代表着忠诚的旧玉。当年传闻楚氏女乃奉命，指的便是她与谢世子的姻缘胜应天意。如今楚氏女背信弃义，强占东宫，窃取国运，惹得天怒怨恨。大理寺的冤狱，就是上天因此降下的警示。放肆！皇权法度在前，岂容你这妖道用江湖戏法愚弄圣听？姑现在就斩了你，看你那老天爷救不救你！太子殿下要杀人灭口吗？贫道所言，若是半句虚言，就让贫道天打雷劈！殿下若是不信天意，大可让太子妃亲自去验证。阴毒祭天，原属太子妃进香。若太子妃真是天命所归，上前焚香必然顺风顺水。但若她才是窃取谢家奉命的灾星，只要她的脚步踏上的9层祭台，点燃太平香，祭台之下点燃妖火示警，届时真相大白，还请陛下诛杀灾星，赦免谢氏一族。求陛下应允。若是楚然上香平安无事，臣妇愿意当场自刎。但若真降下妖火，就说明他腹中所怀是克死大理国运的孽种，请陛下为了江山社稷，退了这妖妇。父皇，楚然有孕在身，那妖道分明是设了陷阱。既然是测国运，一炷香而已。太子，你退下吧。若真是妖言惑众，朕自然诛灭这妖道9族。殿下放心，既然侯夫人和这位高人非要把我大黎的国法赌在一炷香上，好，那本宫今日就代天受命去上这炷香，看看这祭台下面到底要冒出什么样的妖狐，能烧破大黎的青天。
楚然，今天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只要我的脚踏上香炉前的那块正砖，整个祭台便会立刻爆燃起幽蓝的妖火，甚至伴随着地面的坍塌震动。届时，就算我命大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天怒示警的铁证也会让我这个窃国妖妃死无葬身之地。好戏，现在才开始。哎呦，娘娘，您怎么了？然然，可是身子不适，传太医。不碍事，殿下。大约是这祭坛的香气气太盛，腹中的孩儿过于活泼，踢疼了我。但是这祭天祈福求国泰民安的大典，吉时已到，本宫代表太子来燃这太平香，岂能半途而废？楚师既然动了胎气，便不要逞强了。礼不可废，朕派礼部尚书代劳吧。父皇，臣喜以为礼部尚书代劳终究差了一层名分。侯夫人刚才不是说过吗？我楚家与镇北侯府是世代的通家之好，她甚至看着我长大。更何况今日之事，本就是侯夫人以死相求，为证明谢家的天命清白而设的老天之变。既然都是为了辨清凤命到底是在东宫还是侯府，我这身子不便，与其找外人，倒不如请侯夫人带我踏上这块香砖。若她为我带香，平安无事，那便恰好证明了上天没有恼怒，我楚然也并非妖妃。如此，皇家的香火得以延续，也算是圆了他谢太妃昨夜在宫门前苦求陛下的孝道和清心。我是罪臣家训，戴罪之身，怎敢越俎代庖，去燃皇家的太平香？夫人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老天爷会显灵吗？怎么，你口口声声为大黎国运请命，现在让你替太子妃上个香，你这般推辞，难道是怕这祭台上有鬼不成？臣妇只是不敢逾越，不敢逾越。朕命你去，大理寺卿派2个禁军扶侯夫人上祭台进香，谁若再抗旨不遵，当场格杀。阿弥陀佛。道友，既然请了天地神明，法事还没做完，又何必急着走呢？陛下饶命啊！我踩不得，不能踩啊！塞过去。人。救命！善哉善哉，陛下，老衲刚才已差武僧拿下这妖道盘查，此人刚才袖中所抛银鸟之物，乃是混合了雌黄血腥草熬制的下作香粉，专能使鸟类致幻群集。而这祭台之下，更非天神动怒，分明是有人提前挖埋火药，机不相连，意图用这极恶的光杂耍谋害皇室血脉，谋害楚军，欺君罔上，这才是真正的妖火灭国。好一个镇北侯府，好一个替天喊冤，妖言惑众，借天命构陷楚军，死不足惜。禁军，给朕拔刀！陛下息怒，禁军暂会拔刀。启奏陛下，太子殿下3日前命东宫快马去往北境，传报镇北侯调查军需走私一案，然半路竟截获了镇北侯加急送往关外柔然部落的绝密誓书，以及北境大营养寇扣关的布防图手令。不，这不可能！呈上来！速引兵扣关500里，以为外援。好，好得很呐！朕封他谢青山为镇北的定海神针，他竟拿着针来戳朕的心窝子。贪墨军需在前，借其儿进京卖弄风水妖言，构陷楚军在后。如今连通敌叛国的誓书都送出去了，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为国镇守的忠臣，这就是你们说的自愿被无端夸大。臣道死罪，臣等受奸人与谢氏蒙蔽，险些铸成亡国之大恨，请陛下明察秋毫，谢贼通敌叛国，当诛九族。请陛下诛杀奸贼。传朕圣旨，即刻命兵部发800里加急，调凉州卫、幽州卫共8万骑兵，直接接管镇北侯大营，褫夺谢青山一切爵位兵权。若有反抗，就地诛杀，悬首边城。自作孽不可活。
这等欺君谋逆之徒，朕不想再见。谢青山之妻妖言惑众，构陷皇嗣储妃，当场拿下。京城所有谢氏府邸立拨匾额，满门查抄，把谢家这2个恶逆打入大理寺极刑死牢，锁上终身大嘎，等候发落。冉冉，没事吧？我无事。娘娘，北京的800里加急战报入京了。讲，不出您与殿下所料，谢青山还没来得及集结亲信，梁幽两州的8万精锐兵马便如神兵天降，连夜接管了北京大营全部防务。那些想哗变的将领一见如山的铁证和压境的大军，当场就放下了兵器。那谢青山呢？谢青山连城温都没冲出去，就被当场生擒了，此刻正押解进京呢。回禀太子妃娘娘，今日早朝，陛下已核准了3司的终审折子，特派了御前大太监前往大理寺，当众宣读了对谢氏一族的圣谕。陛下怎么判的？陛下说，谢氏一族贪墨军需，捏造祥瑞，通敌谋逆，本该诛灭9族，但陛下念及谢家祖上曾有开国之功，为彰显皇恩浩荡，特免其极刑，未动一刀一斧，未流一滴血，免死。对于谢逊那种骨子里刻满了世家傲慢，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的人来说，死亡不过是一闭眼的解脱。真正的地狱是活着被剥夺掉他引以为傲的一切。圣旨褫夺谢氏一族所有世袭网爹的爵位，褫夺所有诰命封号，收缴全部田产府邸金充公，将谢青山、谢逊父子及一干主犯全部提出大黎勋贵御邸，贬为最下等的庶人，贱籍。贱籍，这就够他受的。不止如此，陛下还下旨，谢勋与罪女素娘，连同侯夫人等人，即日赐配流放至大黎最北端的极寒流放地雪州宁葛土，男为苦役，修筑城墙；女为罪奴，换洗粗衣。非皇恩大赦，永世不得还乡，子子孙孙皆为奴籍。宁古塔倒是给他们寻了个好去处，把一个从小锦衣玉食、高高在上的侯府世子，连同那个最会装柔弱、只想着攀附权贵享福的素娘，扔进那样的大环境里去。父皇这招比直接砍了他们的脑袋还要狠辣100倍。宣判的时候，谢勋是什么反应？娘娘，谢勋起初听到免除死刑时，还在大堂上狂笑，说皇上终究还是怕了他们谢家。可当宣旨太监把废为庶人、流放宁古台、永世不得还乡这几句话念完时，谢勋整个人就像被抽干了骨头一样，直接瘫在了地上。他没有闹吗？闹了，疯了一样的闹。谢勋跪在地上，拼命去抓宣旨太监的袍角，哭着喊自己是侯府世子，怎么能去当低贱的苦役？他不公平，他宁可上断头台，也不去宁古塔。太监怎么回的？太监只回了他一句：谢庶人，你现在不过是个连路边乞丐都不如的罪奴，连死法都由不得你挑了。当初在长街上，他是怎么质问我的？高居马上用马鞭指着我，轻飘飘地说让我去做个贵妾，说哪怕我嫁给乞丐，他也不会多看我一眼。现在大黎的律法降下了比火还要可怕的利刃，亲手剃掉了他那一身光鲜亮丽的皮毛。素娘呢？素娘在堂上听到自己要被发派去宁古塔换洗粗衣，当场就崩溃了。她反反复复的磕头，说自己只是个被谢亲强行留在身边的弱女子，求大理寺放过她，甚至直说无妨。素娘甚至当堂反咬，说当初强抢太子妃的毒计全都是谢勋一人所想，他从头到尾都在劝阻。谢勋听到这话，气得当场扑过去掐素娘的脖子，两人在大堂扭打成团，直到衙役用杀威棒才把他们强行分开。这就是谢勋为了他宁愿打飞我的绣球，当众悔婚，也要做其一生一世护花使者的好素娘。少卿大人辛苦了，此事办得甚合故意。然然，谢家这座大山在此刻起，算是从大黎的朝堂上彻底抹去了，没有流血，没有牵连无辜，你用最干净的手段赢了最漂亮的一局。我并不只是为了赢，我就要所有人都看清楚，地位不是靠祖宗英兄就能永远肆意妄为的奉命，更不是靠玩弄几只飞鸟，讲几个流言就能凭空窃取的。
住手！磨蹭什么呢？还当自己是世家大族的公子哥啊！你们这些狗日叉的杂碎！我父亲即使去了兵权，门生故旧也遍布朝野。你们敢打我，等我朝起父，定诛你们9族！等我朝起父，定诛你们9族！还指望起父呢？老子告诉你，不仅你爹现在和你在一个队伍后头用狗爬，连你们京城里的大靠山宋大御史，也在朝堂上公开宣布跟你们谢家割席断交了。你现在就是一个发配宁古特的谏议，也就是太子殿下心闪，只要了你们的家产，没要你们的命。现在的谢家连条丧家之犬都不如。胡说！我是世子，我们谢家可是百年门阀。走不走？这是中午的口粮，爱吃不吃。过了这个亭子，下一顿就得等明天了。给我留一个，那是我的份儿。没你的份儿。如果不是你出主意去搞什么血书拉拢清流，激怒了萧纪，谢家根本不会被连根拔起。你这个丧门星，我谢家的基业都是被你这种贱人败光的。这就是在长街上曾经承诺要给我一生一世安身之处的情郎。我丧门星，谢逊你算个什么东西？要不是你贪图我的颜色，非要在抛绣球当日把我抢下高台，我也不会卷进这等大案里来。是你个没用的废物，不仅自己保不住世子的位置，还连累我要去宁棺材那等骨寒之地当罪奴。把馒头给我，我已经1天没进食了。你个背信放义的窝囊废！滚开！你这个贱相的婊子！这就是谢逊，这就是他的清明大义与情深不寿。当年在高台上，他不接我的绣球，我满怀的不是对失恋的痛楚，而是对自己10年盲目依附的惊醒。后来嫁给当时一无所有的萧劲，满城都笑我是个赌气的疯子，他们都在用自己狭隘的利益观和虚荣心来衡量我的清白与人生。可如今呢，真是一场地狱与人间的换位。看够了吗？看够了，殿下。昨日你收缴入库的谢家田产底单中，有一部分我做主没有入国库。你拿去做楚家商行的本钱就是了，何须过问姑？不，那是收复民心的钱。这钱，我打算用来敲响大黎新朝的一声重钟。殿下，镇北侯虽然倒了，但北境大营的8万将士加上新调过去的骑兵，眼看就要入冬。这御寒的东夷和东凉，户部实在拨不出钱来了。谢家贪墨军需在前，大理寺抄家时只抄出了些搬不走的死物，现银全让他们用来折腾买命。李尚书，你掌管大黎国库，现在告诉姑没钱。殿下，今年各地水患，国库本就空虚。谢家之前为了屏障，将京城的产业低价抛售，但没抢过城中那些散商商贾。那些散商商贾是本宫的人，李大人，这是谢家江南的3处蚕丝厂。以及北地最大的2家粮道商行的地契，还有楚家商行连夜从中原统调的30万件棉衣，10万吨陈米的1半对条，这些够解决你北境过冬的燃眉之急了吗？够了，太够了！娘娘真乃神人也，不仅能稳住军心，国库还能结余不少啊！李大人先别急着谢天谢地，这笔钱和物资本非朝廷赋税，而是本宫母亲陪嫁商行吃下的谢家烂账变现。若是冲入国库，这是本宫个人的私产捐赠。既然是捐赠，本宫有个条件。太子妃娘娘高义，为国分忧，不知娘娘有什么条件？若是要给楚家加官进爵，恐怕还得需陛下圣裁。不加官，不进爵，本宫不要楚家一丝一毫的荣耀。殿下，我想请朝廷推行恩慈令。具体说说。其一，大黎民间女子若遇丈夫停妻再娶，或是婆家虐待，允许女子主动向京兆府递休书，脱离夫家，可立女户单过，官府不得阻拦其带走自身嫁妆。其二，废除京城世家女子必须及笄之年盲婚雅嫁，甚至如本宫当年那般抛绣球听天由命的旧例。婚嫁之事不问门户，只需2家儿女自己首肯，且绝不许以全族名义行逼婚之事。荒唐！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考！娘娘，自古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岂有女子自己继地休3独立户的道理？至于那世家的盲婚之鬼，那是为了保证各门阀联姻的稳固，那岂不是万万门第可变啊！王大人这般激动作甚，
门第纲常，世家联姻的稳固。3天前刚被套上众家流放宁古塔的谢逊和镇北侯府，算不算世家门福？谢逊就是因为仗着盲婚雅惠，仗着世子身份，轻飘飘一句拒婚就能让我楚家身败名裂，也是仗着这份底气，让那素娘敢于同他一道谋害皇储。娘娘，那是谢逊丧心病狂，那是特例。特例？我楚然天生奉命，底气接下那一从他高台坠落的难堪，有能力选中心意相通的叫花子，并助他重回东宫。但全天下有多少没有奉命底气、没有本宫这份手段的女子？她们被指婚给一个畜生，就活该一辈子被打死、被欺辱，不能合离吗？我大黎的国运是要靠联姻吸着女子的血来维持的吗？然然说的对，孤当年落难如泥，若不是楚然冲破你们口中的纲常礼教，毅然走向孤，今日大黎或许早已在谢家的阴谋中战火四起。恩赐令利国利民，若连救国于水火的功臣之情都不能准，孤要这储君之位何用？王大人若觉得不妥，大可现在就去太和殿撞柱死谏，看看父皇是更想要北境的安定，还是更想要你那套吃人的祖制。殿下圣明，太子妃娘娘恩泽天下，臣谨遵懿旨。立刻以东宫名义发往大理寺和刑部，明发天下。从今日起，恩赐令已为国典新律，臣等遵命。珊珊，你今日在前殿为了全天下的女人舌战群儒，倒真把礼部的老头子吓破了肚。你不怕我这一出，让那些老臣背后骂你惧内，骂我这太子妃干政吗？他们骂的还少吗？从你我用计扳倒谢家开始，这朝鲜上下就知道，东宫的这位女主人，可不是任人摆布的泥菩萨。你用谢家的银子换来了北境的安稳，用恩赐令换来了无数同你一样曾受制于盲婚的女子一条生路。这不再是手段，主人，你今日是确确实在母仪天下了。殿下，离产期不远了，明日初一陪我去一趟护国寺吧。好，去还这3年的愿。这里清幽，那些言官的折子和朝堂的杂事，总算能清静半日了。我以为殿下会喜欢这大权独斩的忙碌。大权独斩是为了能清静，而不是为了被权势绑死。比起太和殿上那些老狐狸，我宁愿回到咱们在京郊泥巷里的那个破院子，看你做账本来得舒坦。我第一次教你打算盘的时候，你笨得连算珠都拨不利索。我堂堂上阵杀敌的皇子，拿惯了刀剑，谁去拨弄那种细碎的东西？但那时我不出声，只能假装笨一点，多看你生气时训我的样子。你可知，你拿着戒尺打我掌心的时候，比现在上朝的样子还要威风。你那时为何不告诉我，你就是那遇刺失踪的太子？若你亮明身份，楚家用全家之名也会护你进宫寻太医的。为了这个，当年我中了剧毒，拼死逃离皇叔的暗杀，躺在京城那个下九流的巷子里，我身边连一个可以信任的人都没有。我甚至以为自己会像条野狗一样死在那个雨天。那天你站在高台上，我挤在人群最外围，通过大雨看着你。我看着你满心欢喜的期待被那个姓谢的一掌打碎，看着满城的人都在指指点点看你的笑话，我以为你会哭，可是你没有。你提着那般华贵的裙摆，一步一步走下台阶，走向一无所有的我。那时候你递给我的不仅是一个绣球，是一个把我从阎王殿的绝望里拉回来的生机。傻瓜，我不告诉你我是太子，是因为那时候的我随时可能因为那天的追杀连累你们全家。但我更怕一旦你发现我并不是无依无靠的乞丐，你我之间那份患难与共，哪怕粗茶淡饭也护着对方的纯粹，会变成权力的衡量。我想看看，如果我萧燕这辈子都只是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废人，那个敢于对抗世俗的楚然，是不是真的能陪我走到最后？笨蛋，我楚然看中的人，就算他一辈子是个破落户，我也能让他有饭吃。如果他是要重振旗鼓的皇子，我也能为他铺平这条去往太和殿的路。我既然选了你，就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知道，当你在深夜为了解我的毒，去翻阅那些禁书，当你暗中培养商行，不动声色地去查北境军需给咱们留后路的时候，我就发誓，这条命，这大黎的天下，只要你要，我就能双手奉上。殿下，恐怕是时候了。来人，立刻封锁护国寺后山，传接生嬷嬷和太医院正尉入偏殿静室。属下遵命。
传信全城禁无畏。从这一刻起，除了东宫亲卫、闲杂人等靠近护国寺半步，格杀勿论。娘娘，用力，深呼吸，再用力。快点，快点！殿下呢？娘娘，殿下在门外守着呢。殿下他穿着甲胄守在门口，谁劝都不肯走。生了，生了！恭喜娘娘，贺喜娘娘，是个强壮的小皇孙啊！冉冉，太子殿下，冉冉，我来了，没事了。以后不生了，这么苦，咱们有这一个就足够了。殿下，去看看孩子。是我们的孩子冉冉，是个能接下这大黎江山的小霸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处事佩然，端庄淑德，秉性纯良，悉与朕威实相护，有匡扶社稷之功。但欲皇长子德配天地，今册立为大黎皇后，母仪天下。令新朝当有新气象，皇后仁德，垂怜天下孤弱，特颁恩慈新律，废除京城世家女子急逼抛绣球、盲婚哑嫁之陈规旧俗。自此之后，大黎婚嫁遵父母之命，亦须子女首肯。世俗女子若逢不公，皆可以法为据，深修立户。钦此。皇帝万岁！皇后千岁！冉冉，我们终于走到这儿了。害怕这高度吗？不怕，因为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也是我们一步一步拼杀出来的。最重要的是，我身边有你。这一刻，我竟然想到了谢勋。他识人不清，本就配不上你。如今他们在大雪中带着众家护司，而当年的叫花子和弃女却站在了这里。世人都说你是天降的凤妮，我不这么认。其实他们错了，这天下从没有什么天定的凤妮，所有的绝境逢生，不过是当你自己有砸碎一切的勇气时，你就是天意。